我跟他是在大学认识的。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，我不太同意，因为我跟他家离得特别的远。为了追上他吧，我就说，毕业之后他去哪儿，我就跟他去哪儿。但是临毕业的时候，这个我的想法就比较自私了，我想离我的家近一些。就因为这事儿，我们俩大吵了一架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感情这么好，而且这么多年了，舍不下，所以我说服了家人，跟他一起到了黑龙江。由于工作的原因，去单位的第二天我就到了野外第一线去工作。没想到的是一去就是半年。他从野外回来以后，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分手。我为了他付出了这么多，舍弃了我的家人。他做这个决定，我真的不能理解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的肩膀是我最坚强的依靠。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何你要跟我提分手？在他们上来之前，我要给做一个小的背景的补充。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男嘉宾，前不久曾经做出了一件挺了不起的事，在我个人看来，他发现了一个稀有金属的矿。这个金属是做什么呢？是用做航天器的材料。我们的神6、神7、神8这个系列未来要用到的材料，都是他发现的这个矿的金属要来做的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年轻但是很有发现力的一个地质工作者。他的爱情出现了困惑。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对男女嘉宾。男主人公许超25岁，黑龙江地质勘探员，学历本科，年收入5万。女主人公张艳芳25岁，河北保定公司职员，本科，年收入5万。来，有请有请两位。你发现那矿叫什么呀？灰木矿。发现这个矿几率非常小的。我们有一个在野外工作一个团队，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吧。小张哈，我在你们资料看到了，你们大学是同班同学。对。你们那个专业好像应该女生特别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班是30个人，然后有6个女生。当时追你的不仅仅是他吧？对，大概有4、5个人吧。他就心眼比较多，他就把我们宿舍的人，把我身边玩得好的朋友都贿赂了。没事，我就请他们宿舍人出去吧，吃点西瓜，吃点菠萝。就先贿赂他宿舍的人，然后去追，让他宿舍人说好话。对，然后我们宿舍的几个人都看我，你找一个吧，你看周围人都有男朋友了，我们宿舍有6个人，那时候4个人都有男朋友了，他们就开始聊谁谁好谁谁好，最后投票他总是最高的。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就比较懒，起床起得比较晚，他就天天早上买好早饭，在宿舍门口等着。挺有手腕的嘛，兄弟。然后天天晚上就在我们那时候住1楼，他在我们阳台上，他就跟我说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我说不答应你就别回去，天天在外边站着，特别坚持。站了多久呢？坚持有半个月吧。站了半个月。就是天天晚上就在宿舍外边，我不理他，他就在外边站着，慢慢的就觉得他是我的一种习惯了，就接受他了。你为什么在事业上面取得了这么一个成功之后，却要跟女朋友说再见呢？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追他的时候跟我做了一个约定，他想留在他父母的身边，我也同意了吧，你去哪儿我也跟你去哪儿。但是到毕业的时候吧，我心里有一些自私，我就提出要回到我的家乡，然后这样争吵了能有半年左右吧，他妥协了，为我付出了，跟我去到单位了。到单位之后的第2天，我就跟着我们的项目组就是去了野外一线工作嘛。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一去就是半年。我就是非常想念他。想念他，你不应该跟他分手啊。我之前还不是很了解我工作的性质，没有想到他出去能有这么长时间。在野外工作的期间，每天吧都和他通电话，我能体会到他的孤独寂寞的感觉。有一次生病嘛，他之前都没有跟我说，我通过同事了解嘛，知道烧的差不多比较迷糊了，同事发现了，领着他去看的病。你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男生可以照顾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。你在乎吗？虽然说我来到这儿以后也特别的不习惯，因为我来以后第2天他就走了。
自己在这块儿其实挺累，也觉得有时候觉得挺辛苦的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又是一个人很孤独。对。你害怕他守不住这样的寂寞？有一些吧，可能。不是，人家没在乎，人家愿意跟你在一起。但是他要在乎了还可以啊。但是我的心里非常过意不去，我内心非常纠结，非常自责。你自责什么呢？我不能去照顾他，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照顾他。真的。你在乎吗？真的不在乎啊！真的不在乎。人家真的不在乎啊。他跟我分手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说，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不合适。我说为什么不合适呀？这么多年了。他说，你看我们同事，他们在野外的时候也会说一些，因为在野外特别的无聊枯燥嘛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他跟同事聊天，然后有我们的地质的行业的人本来就不好找女朋友，因为特别的远，一年有半年不在家，因为这工作性质吧，特别的不好找。然后他就听别人说，别人的媳妇儿在家里头会怎么样，结婚以后有了孩子以后会怎么样。他说我都现在不能照顾你，我不能像最当初一样给过你那么多的承诺。他说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更好一点的人来帮我照顾你。可能是觉得他工作以后没有像不能像在大学的一样对我好了吧？你听不懂，我不明白。我觉得你又在耍鬼心眼儿，你这完全是欲擒故纵嘛。你看啊，这个工作又不好找女朋友，你又有女朋友，他又理解你。你现在非要跟人分手，那你说是为什么？我回来以后，突然有一天我在收拾东西，然后发现了他写的日记，然后我看了心里特别难受。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嘛，不能陪在自己的女朋友身边，真是一个在这儿哈，突然感觉很孤独。4个月前他对我说，预期半个月就能回家陪你了，可到现在为止又过了4个月，他依然坚守在冰天雪地里。当我生病的时候你不在身边，当我在这个陌生而道路混乱的城市迷路，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，被领导批评需要安慰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，当我想有个人陪我，哪怕只是简单的散步，你也不在。真想能跟你大吵一架，把所有的怨气都通通发出来，可是我却不知道你的工作那么危险，不想你因为我而分心发生意外。我工作吧，就是在5年之内或者5年往上，我都不可能有一个就是稳定的就是在家里边工作的机会，我肯定会一直在外边，这样会耽误他的青春。他跟我说分手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不是有了外遇，喜欢上别人了？但是我冷静分析一下，他跟我上大学，我们俩在一起差不多3年时间。那个时候校园那么多美女，他都没有动心。他出野外半年，都看不到女人，他不可能有外遇。排除这点，我就说他，我说咱们俩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了，感情一直挺好。我也没有说非要逼你要选择一个，为什么就非要分手？他当时就跟我说，我希望你找到更好的，替我照顾你。这个思想反正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许专家们他们更了解。来，真心丘比特问卷。人都说这个，如果你真正的爱一个人，你就让他幸福；如果你真的是特别爱他，又发现自己给不了这个幸福，然后许超就选择了退出。我觉得你这种做法挺让我感动的，但是我也觉得不太负责任。艳芳是挺能理解你的，虽然她也很寂寞，她也写日记，但她并没有跟你哭跟你闹。这样一个女孩面前，你实在是不应该选择退出。据我所知，她下个月又要走哦。对，她每年都要这样。你受得了吗？肯定会有一些。他们应该好好回去团，而不是在这儿谈分手。对，我刚开始以为他只是说出来开玩笑，我跟他说别闹了，反正在一起时间都那么短，但是他特别的坚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爱情这种东西，付出的太多是心碎，承受的太多是心愧，你现在是会有内疚的感觉。但是过分的强调责任其实是一种虚伪。离开了你，他就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你吗？那万一落到另外一个更坏的小子手里去了怎么办？你小子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人家愿意等，你在这矫情，对不对？那要你这样说来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丈夫的做法是完美的。那我们不可能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不完美或者瑕疵，咱们就不结婚吧？我们就那么高尚？我不觉得我非常高尚。啊，不过许超，你是不是自己也缺乏安全感？因为我瞎猜的啊，比如说你跟你那个地质的这个队友前辈，他们可能结婚了，说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要待半年，我这老婆回来这个跑了，最后可能婚姻也不怎么样，是吧？被你的那个地质的前辈搞得有点恐婚了。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吧。我们在野外嘛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嘛，就是每天上山回来之后大家非常累。手机有时候也没有信号，大家就围在桌前嘛，可能在山下带来一点酒，酒后吐真言嘛，大家可能说什么呀？就是谈到了他，因为长时间不在一起吧，就或者离婚了，或者有的女朋友就是分手了，这个样子。我觉得你们俩都不成为问题，又是大学同学，学的同一个专业，是吧？他特别理解你，多么难得，女孩子这么漂亮站在那儿，真的太难得了。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小伙子真的特别好，因为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，你对国家做出这么多的贡献，这么年轻就有成绩，这么喜欢自己的专业，而且我就是这个地质工作是挺苦的。我去参观过那个地质博物馆，我在地质博物馆看过咱们那个温家宝总理。是不？他原来搞这个，他这个就是在野外做的那个日记呀、记得都非常好。他用过的水壶都在那展览，我看过，我当时挺感动。所以今天一看你这个资料，你们俩都是学这个地质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对国家贡献太大了，事业心非常强。这个小伙子，哎，你是党员吗？对。你看看，我觉得你们不应该有任何问题。为地质工作者鼓个掌吧。对，真的。就是说他们俩要不好，今儿您都过不去。对。王老师，您就别急了哈，这父母都在，听听父母的意见。来，踏浪旁观者清。你同意你妹嫁给这傻小子吗？他们分工作的那会儿，我们家都是持反对意见的，因为太远，一年就回来一趟呗，我父母都不舍得。我也不舍得的。旁边那个是爸爸是吧？对，是我爸。男孩子说要跟你女儿分手，你希望你女儿回去吗？跟他分手？希望回去。希望回去。希望回去啊。我说吧，我爸爸那个以前得过病，说话不怎么清楚。我妹吧，在家就是从小就是个乖巧的孩子。她每次打电话回来，我妹每次打电话回来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。我不知道她在这边受那么多苦，不知道徐超为什么提分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也希望我妹妹回到我们身边。抓紧机遇啊！你别让那么好的姑娘跑了。这是你父亲是吧？对。我家儿子提出这个观点，我觉得也挺心痛的，但是我觉得孩子也可能有他的考虑。去年的7月5号到单位去报到，7月7号就上黑河滨南林场，一直到12月底才回家，赶上正好是个雨季，他们干活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故。在工作当中已经付出了很多，但是我还想说一句啥意思，就是像几位专家说的那样，如果你能够一生都不再选择成家，那么你可以选择放弃。如果你不能够那样去选择，我希望你还是要珍惜这次感情，因为我们对这个女孩非常非常满意。徐超自己想一想吧。来，我们进入黄金60秒。我想先说。你让他先说吧，你别那么主动了。我就想先说，我怕他说出别的话来。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当你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为我的一种习惯的时候，你让我离开你，真的我做不到。我为你放弃了那么多，我去你那儿的时候就顶着特别大的压力。我也不想这么轻易的说放手。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坐下来静下心，咱们俩一块儿讨论，而不是你自己想那么多，把最后的决定扔给我。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，一起解决问题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在原地等你。就这样。多干脆哈，说嘛。我这个人，性格比较内向，可能不太会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情吧。但我
发自内心的非常非常的爱你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有那种非常无力的感觉，我可能不能带给你像以前那样的爱了。就像地质术语里边讲到构造断层，我想现在我们的爱情就像那样，你是我的上盘，我是你的下盘，可能我们之间始终会有摩擦，会有位移，但是我们始终会紧靠在一起。我想你永远会在我的肩膀上。时间到了，你也别说了，你说了我们也听不懂，什么上层下层的结构，你心里明白就行了，对吧？回去吧，请回啊。你们觉得他们应该订婚呢，还是分手？来，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请表决。好，现场74.07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就应该订婚，您的期待是？希望他们牵手。爸爸尊重女儿的意见吗？尊重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，只是爱你爱你。这你让人主动啊！来来来，这边请，来来来来，你踹他都不为过，打他算什么？踹他一脚，就站这吧，别急啊！来，有话筒来。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哈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，张元芳？大力声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，张元芳？再说一遍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，张艳芳？没听见。啊，张艳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那起来吧，小伙子。这个可以接个吻了吧？可以接一个。什么想法？快点，快点。快点！爸爸妈妈再有压力是吧？要感谢这个金利荷塘系列手机给本节目订婚嘉宾送上的礼物，谢谢。送给你们哈。愿意跟他守候一生一世吗？我觉得我没有选错，不轻易做决定，做了决定就不反悔。不轻易做决定，真是一辈子哈。对。你再亲他一下。我刚才没看见。你亲一下，亲一下。不，他们俩必须要亲一下，我就觉得。你不能主动点，你不是说你不会说，你会做吗？怎么回事？快快快！快点！你赌？赵川太色了，赵川太色了。再见。我没看呢，你一定要看，应该说是我色呀。